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，《山海经》是一部令人困惑的奇书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《山海经》一直是作为一本记载全国地质的地理书存在的，里头记载了大量的怪事、奇兽和远古的诸神，曾被当作是探索人类文明之前远古大陆密码的存在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司马迁都曾说过，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那么，是什么让这位严谨的文学家、史学家如此讳莫如深？《山海经》所描述的一切，到底是古人的离奇幻想，还是尘封千年的惊天谜团？在那远古的岁月里，又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往事？今天，老烟斗鬼故事节目就来说一说这神秘的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》作为我国古代最为古老的地理书，也是先秦典籍中最具神话学价值的著作。全书共有18卷，其中《山经》5卷，《海外经》4卷，《海内经》5卷，《大荒经》4卷，共约31000字，记载了100多邦国、550山、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、风土物产等讯息，与《易经》《黄帝内经》一起被称为古代三玄，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存在。为什么说令人困惑呢？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。一，《山海经》究竟是一部描述远古地球的地理书，还是一本神话书？单从内容上看，《山海经》无疑是一部地理书，书中描写了大量远古大陆不同位置的地貌特征，甚至奇珍异兽。但奇怪的是，书中关于地理地貌的描写却与现代我国真实的地貌不相吻合，谁也很难说清里面的山在何方，水流何处，海在哪里。例如，我国现在只有东海和南海，而在《山海经》中，我国大陆的周围却有4海，除了东海和南海外，还有西海和北海。可是我们现在却看不到西海和北海的半点影子。所以也有人根据书中一些所谓荒诞不经、奇神怪物的内容，认为是本神话书，但仔细一想，似乎有些不对劲。尤其是一些外国学者看过此书后，将《山海经》所记载的内容同希腊神话进行了比较，发现书中有关长耳、旗鼓、三足等怪人形象与希腊神话里的怪物极其相似。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，《山海经》中的山川地理与美洲大陆极为吻合，如海外东京、大荒东京中描述的光华之谷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东山经则生动而准确地描写了美国内华达州的黑色石、金块、旧金山湾的海豹、会装死的美洲负鼠等。莫非这《山海经》记录的不仅仅是远古神州大陆的地图，而是整个地球的地理地貌？可《山海经》成书时间很早，在那远古时期，又有谁有能力走遍整个地球？可如果不是，为何会与美洲地理、希腊神话惊人的相似？还是说，作者看到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文明的世界？对此，谁也说不清，这又是一个等待揭开的谜团。2. 成书之谜。《山海经》作为一部包罗万象的旷世奇书，它的成书本身就是个谜团。在古代，有学者认为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，但人们在《山海经》中却找到了发生在大禹和伯益以后的史实，因此禹益作书说受到了质疑。后来学界研究基本得出结论，这本书约成书于战国到汉代初年，由不同时代的巫习方式，根据民间传说、历代古籍汇聚而成。但事实上，《
山海经中的很多内容在夏朝之前就已经存在。究竟山海经是如何形成的，至今无解。3. 史前大洪水记载。山海经、海内经记载，一日，洪水滔天，滚切地之熙壤，以淹洪水，不待地命，地令祝融，沙滚于雨交，滚复生鱼，地乃命雨，促不土，以定9州。与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大洪水传说相似。山海经中也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，将书中各个部分的只言片语连接起来，人们隐约发现其中记载着一个惊人的事实：人类文明以前，地球上曾发生过一场大洪水。大洪水淹没了海拔600米以下所有陆地，人类遭受灭顶之灾。地球上的远古文明几乎全部被大洪水毁灭。但幸运的是，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华夏文明却因地势较高，没有被大洪水吞噬，使人类古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下来。至于这则故事究竟是杜撰，还是当时真的有人经历过此事，就不得而知了。4. 山海经中的古老巫术。鲁迅的多部著作中都有提及到山海经，他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。在山海经中，专门有一批人，他们上通天神，下结幽冥，精通巫蛊，擅长制药，甚至还能带兵打仗。他们左右着国家的政治，掌握着最高的文化，可以说是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在信仰巫术的时代，人们的日常生活、宗庙祭祀，甚至是国家兴衰，都与这些巫师密切相关。他们是神的代言人。大荒西经中记载，有神10人，名曰女娲之长。这10位女娲之长就是最早的巫。10巫即巫贤、巫吉、巫判、巫鹏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底、巫谢、巫罗10人。传说他们住在灵山之巅，他们可以从此处上天入地，甚至去往另一个世界。他们掌握着最古老、最神奇的巫术，可以占卜过去，预测未来，可以精准地为人做开颅手术，甚至能够用仙草让人起死回生。只是后来随着人类步入封建社会，巫的地位逐渐降低，这些巫术也随之失传了。5. 扑朔迷离的昆仑神山。昆仑山又称昆仑虚、昆仑丘或玉山，是万山之祖，被称为中国第一神山。古代神话认为，昆仑山中居住着西王母，她人头豹身，有2只青鸟侍奉。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，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滨，赤水之后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，名曰昆仑之丘。山海经海内西经另有云，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，地之下都，昆仑之墟方800里，高万仞。由此可见，这里提到的昆仑其实并非今天新疆、西藏、青海间的那座昆仑山，而是指今甘肃省酒泉市正南的祁连山主峰一带白雪皑皑的群山。有关古昆仑的神话不胜枚举，9天玄女从这里诞生，西王母的玉山、瑶池成了无数人向往的仙境，神龙从这里降世，日月星辰在此出生，这一切都给这座神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。6. 光怪陆离的神怪异兽。除了大量的山川水文，山海经还以记录怪异的飞禽走兽著称。山海经中记载神怪之兽多达400余种，青丘山上有白虎，齐过之山有屈如，人脸3足，状身怪异。淮江之山有神鹰招，人脸、马身、虎纹、鸟翅。这些离奇的记载，有些在今天找到了相似的动植物，
有些却因为太过离奇，被认为是当时人们杜撰出来的。对此，也有人认为，没有必要太过苛求，也不该给予否定。毕竟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，相比于几千年甚至更久以前，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水温地质，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沧海尚可变桑田，谁又能断定这些物种不曾存在呢？对此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踊跃交流，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。最后，由于节目时长限制，对于《山海经》的种种神奇就先讲到这里了。与书中所描绘的那个包罗万象、光怪陆离的世界相比，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关于书中的种种神异，只能期盼着未来一一解灭了。另外，对《山海经》里头记载的各种妖兽感兴趣的朋友，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拼音老烟斗，或者新浪微博老烟斗鬼故事，回复《山海经》，获取这些妖兽的图片和介绍，感受《山海经》带来的震撼。咱们下一期，传说中的香港10大灵异事件，邪门的广告闹鬼事件，不见不散。